本周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每周市场监测报告，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宏观数据的回归。这意味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由其他因素主导的市场之后，全球资本市场的焦点将重新回到核心的经济数据上，特别是随着美国政府重新开放，积压的数据即将公布。利率差异将再次成为驱动美元和黄金走势的核心力量。那么，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黄金市场究竟表现如何？未来又有哪些机会和风险呢？让我们一起深入解读这份报告。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报告的第2页的整体市场表现。左边的这张本周及年初至今市场表现的条形图，直观地展示了各大资产类别的情况。黄金本周表现非常亮眼，上涨了 1.9%， 而年初至今的涨幅更是高达 56%。 白银同样出色，周涨幅 4.7%， 年初至今上涨 75%。 相比之下，石油价格出现了负增长，年初至今下跌了 16.2%。 美元指数本周小幅走软，而美股市场如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则表现平平，涨跌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本周出现了超过 8.5% 的显著下跌，这可能是一个更广泛的风险规避情绪的信号，我们会在稍后详细探讨。现在我们先看本页的右侧这张本周图表，它揭示了本周的核心观点。这张图展示了2条线，蓝色的线是美元指数，绿色的线是根据贸易加权的2年期、远期互换利率差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2条线的走势高度相关。这告诉我们，当市场预期未来美国的利率相对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走高的时候，美元就会走强，反之亦然。报告指出，随着宏观数据的回归，这种由利率差异驱动的逻辑将重新主导市场，因此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未来判断美元和黄金走势至关重要。接下来让我们聚焦黄金本身，请看报告的第3页，关于黄金的部分。报告明确指出，黄金上周强势反弹，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午后金价一度推高至每盎司4071美元。推动金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2个，一是地缘政治风险，比如中东、俄乌等地的持续紧张局势；二是改善的黄金 ETF 的需求。我们来看本页右侧的这张黄金市场头寸周度变化图，这张图非常重要，它从3个维度展示了市场的多头情绪。首先，最上面的全球 ETF 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全球整体还是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区，本周都录得了净流入，总计流入了数吨黄金，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其次，中间的部分 COMEX 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净多头头寸，可以从专业投资者和大型交易商处都处于净多头的状态，显示出期货市场的看涨情绪。最后，底部是黄金 ETF 及期货期权的金当量，也显示为正值，这说明期权市场的投资者同样在增加看涨压注。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数据，我们快速翻到报告的第10页。这张 COMEX 持仓图表为我们展示了更长期的趋势。截至9月23日的数据显示，由基金经理持有的净多头头寸高达493吨，总净多头头寸超过806吨，这表明机构投资者对黄金的看涨信心非常坚定。再来看报告的第11页，黄金回报归因模型 GIM， 这张图非常有意思，它为我们拆解了最近1周金价上涨 2.05% 的背后驱动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正向贡献来自于风险与不确定性，贡献了 2.5%， 同时动量、外汇机会成本、经济扩张也都是正向的贡献。
这清晰地表明当前支撑金价的核心逻辑是避险需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金 ETF 的资金流向细节，这是市场情绪的晴雨表。请看报告第19页的每周 ETF 流量。数据显示，上周一周全球黄金 ETF 就净流入了 15.9 吨，其中像 IAU 和 GLD 这样的主要美国基金都录得了显著的资金流入。再翻到第20页，看年初至今的 ETF 流量，这样就更加震撼了。年初以来，全球黄金 ETF 累计净流入高达 692.9 吨，这充分说明了长期投资者对于黄金作为资产配置压仓时的认可。然后我们一起持续追踪这些大资金的动向，就点击下方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免费加入好投资的官方社群吧。了解了基本面，我们再从技术角度分析黄金的走势。请大家看报告的第6页，这张黄金现货周线图。从图上看，黄金在经历了一轮强劲上涨后，上周五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几乎抹去了周内大部分的涨幅。报告技术分析观点认为，金价在触及了典型的历史超买区域，即价格高于200天移动平均线 25% 的水平之后，短期顶部可能已经形成。目前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潜在的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的盘整或者回调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牛市的结束。报告认为，这更像是一次健康的回调，有助于消化超买的状态。那么关键的支撑和阻力位在哪里呢？请看图表右侧的表格，下方的支撑位首先看4032美元，更重要的是位于3902美元的55日移动平均线，这里被标注为2颗星，意味着支撑力度很强。如果跌破这里，下一个支撑在3887美元，上方的阻力则在4211美元和前高4245美元附近。对于交易者朋友来说，这些价位是未来几周需要密切关注的攻防点。想获得这些关键点位实时跟踪和提醒，欢迎点击下方描述栏或置顶留言，免费加入好投资的官方社群。在这些数据发布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关键的几个宏观驱动因素。报告的第12页，美元指数周线图显示，美元目前正受阻于 100.26 附近的重要技术阻力位。如果能有效突破，美元可能迎来更深度的反弹；如果受阻回落，则将为黄金提供上涨空间。第13页的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图表显示，实际收益率目前在 1.6% 附近的关键支撑区域徘徊。实际收益率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它的走向与金价通常呈负相关，因此也需要我们密切监控。最后，报告的第14页和15页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跨市场的警告。比特币近期跌破了关键的长期支撑位，鉴于它与纳斯达克100指数在过去1年的高相关性，这可能预示着科技股等风险资产面临回调的压力。如果市场真的进入风险规避模式，作为传统避险资产的黄金，其吸引力无疑会进一步的增强。那么展望未来一周，有哪些重磅事件和数据会影响市场呢？报告第5页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首先看右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总结。对于美国市场，由于政府重新开门，之前延迟发布的9月非农就业数据可能在本周四公布，这将是市场的焦点。同时，周三公布的美联储10月份会议纪要也至关重要，市场将从中寻找关于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线索。在欧洲，英国周三的通胀数据可能为英国央行下一步行动提供指引。在亚洲，中国周四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和周五日本的通胀数据也值得关注。
左侧的彭博共识预期这个表格列出了未来一周详细的数据发布日程。我们可以看到，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重要的数据，比如美国耐用品订单、制造业 PMI、新屋销售等等。可以说，这个星期是名副其实的数据周，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显著增加。各位投资者需要系好安全带，密切关注这些数据的实际公布值与预期的差异。好了，我们总结一下本周的核心观点。第一，市场的焦点正在回归宏观基本面，利率差异将是关键。第二，黄金基本面强劲，受避险需求和 ETF 资金流入的支撑，但技术面显示出短期进入盘整回调的阶段，需要关注关键的支撑位有效性。第三，这周将是数据密集发布的一周，尤其是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和美联储会议纪要，市场波动可能会加剧。希望今天对世界黄金协会报告的深度解读能对您投资决策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有价值，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市场分析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